一名男子走到楼梯口，先看一下四周没人，然后呢，打开左手的药瓶，用右手的注射器吸满了不明液体，然后蹲低身体，蹑手蹑脚地将注射器当中的不明液体射到了邻居家的门缝当中。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子是一名名校毕业的化学博士，而他往邻居家注射的液体是他自己配制的毒药。那么这位化学博士为什么要对自己的邻居下此毒手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子。事情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栋公寓内。2022年6月，36岁的奥马尔带着怀孕的妻子住进了佛罗里达州坦帕棕榈泉大道的一栋公寓内，打算呢在这里迎接小生命的诞生。刚搬来时，他们受到了邻居们的欢迎和善意，其中一位邻居就是住在楼下的中国房客李旭明。李旭明是南福州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在读博士生，他住在公寓的2楼，奥马尔家呢住在3楼。李旭明对奥马尔这位新邻居表示欢迎。另外呢，他对奥马尔说自己有一些神经衰弱，对于噪音比较敏感，希望奥马尔一家能够在晚上9点之后声音能够小一些。奥马尔觉得这个要求也不过分，于是呢就一口答应了。不过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了李旭明的短信。短信里李旭明抱怨说晚上你们家的噪音太大了，半夜有人走来走去的声音和开关门的声音吵得自己睡不着觉。奥马尔觉得都是邻居嘛，互相理解一下，于是呢专门给老婆买了软底儿的拖鞋，并且交代妻子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就不用关厕所门了。后来呢，李旭明又发来短信说你们家的马桶盖声音太大了，还有冲马桶的声音也太大了，吵得我睡不着觉。而这些要求就有一些过分了，晚上不论大便小便，不让冲马桶，也不让关厕所门，那样的话厕所的味道谁受得了，还让人活不活？于是呢，奥马尔找到了公寓管理委员会，对自家的噪音进行了测试，结果呢是一切正常，特别是马桶盖和冲马桶的声音，楼下只能听到很小的声音，都在正常的噪音范围内。只能说李旭明对声音太敏感了。即便是这样，好心的房东还是把奥马尔的马桶盖换成了那种可以缓缓下落的马桶盖，这样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了。几个月后，奥马尔的小女儿出生了。一名婴儿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哭。婴儿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这一下呢，连马桶盖的声音都忍受不了了。李旭明这下受不了了，他多次发短信给奥马尔让他叫婴儿闭嘴。奥马尔这回呢也不惯着他了，言辞激烈的给他怼了回去。不过从那之后，李旭明就不再发短信了。奥马尔呢也没有当回事，正常的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奥马尔一家3口人都出现了头晕、头疼、恶心、呕吐的症状。刚开始夫妻2人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带孩子太辛苦，没有休息好。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夫妻2人都出现了脱发的症状。更让他们担心的是他们的小女儿婴儿那么小就出现了脱发的情况。而且呢，女儿并没有哭的情况下，眼睛当中呢总是眼泪汪汪的，一天当中总是哭闹，睡眠的时间远远低于同龄孩子的睡眠时间。也可能是由于睡眠不足，孩子的身体发育比同龄的孩子都要瘦小很多。这种情况呢，让他们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担心。他们也找过儿科医生，检查之后呢，孩子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家3口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直到2023年5月31日，奥马尔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出去度假，拜托一名朋友帮忙收一下快递，并且将快递送到他们家里。没几天呢，这位女性朋友跟奥马尔联系，问奥马尔家里是什么味道。他形容呢是一种卸甲水的味道，而且呢还有一些辣眼睛，眼睛有灼痛感，是不是什么化学药剂之类的泄漏了？如果有危险的话，赶紧回来处理一下吧。2023年6月8日，奥马尔和妻子孩子回到了家中，一开门他们就闻到了刺鼻的味道。可能是之前一直在家里适应了这种味道，所以没有察觉。这一次呢，从外面回来，再加上朋友的提示，这才发现。于是呢，奥马尔将房东找来，一起查找气味的来源，从水管、电路到各种家电电器都检查了一遍，都没有找到气味的来源。后来呢，还是房东根据自己的经验推测，可能是暖气或者是热水器老化、胶皮融化发出的味道。于是呢，房东给换了新的暖气和热水器。不得不说呢，这位房东还是很好的，很负责任的。但是呢，也仅仅是好了一段时间。
那股味道依然出现了，而且有时味道淡到闻不见，有的时候呢味道特别的浓烈。只要气味浓烈的时候，夫妻二人头晕恶心的症状就会加重。没有办法，为了家人的健康，奥马尔呢打电话给消防队，专业的消防队员也没有找到气味的来源。奥马尔夫妻2个人决定用最原始的、最有效的方法，他们开启了猎犬模式，先到房子外面适应新鲜空气，然后呢再回到家里，趴在地上像狗一样，根据气味的浓烈一寸一寸的用鼻子闻，寻找源头。经过反复的查询，最终他们认为这个气味是来源于门口的门框上面的一条小细缝、小裂缝，而且呢，在这个小裂缝的附近呢，还有一些水渍的痕迹那就奇怪了，门里门外都没有管道，哪来的水渍呢？会不会有人使坏呢？自己搬过来时间也不长，也没有跟谁发生矛盾。这时呢，奥马尔就想到了楼下的李旭明，会不会是他呢？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奥马尔在门口的盆栽植物那里呢安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就对着自己的家门24小时监控了自己家的门口。果然2023年6月26日8点23分李旭明拿着什么东西来到了奥马尔的门口，然后蹲下。由于摄像头的位置偏高，监控里没有看清楚李旭明到底在干什么，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就迅速的离开了。看到监控之后呢，奥马尔非常的震惊。为了拿到更准确、更有力的证据呢，奥马尔没有马上报警，而是将摄像头调整了一下位置，往下调整了一下，然后等待着李旭明再次出现。2023年6月27日17点29分，也就是第2天，李旭明果然再次出现了，这次清楚地拍下了他的动作。李旭明手里拿着注射器，对着奥马尔的门框的裂缝往里面注射了不明液体，然后呢就离开了，整个动作行如流水，非常的熟练。当奥马尔查看视频的时候呢，头皮发麻，心中后怕，他马上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那间公寓，并且呢马上报了警。警方马上封锁了这栋公寓，在奥马尔门框裂缝那里提取样本进行化验。经过检测，李旭明往门缝当中注射的液体当中含有锰沙酮和氢可酮，而锰沙酮和氢可酮呢是一种麻醉药剂，通常用于强力镇痛，由于具有成瘾性，属于严格管控的处方类药物。如果吸入高浓度的这种药物，会导致脉搏减弱、行走困难、语言不清、恶心、头痛、头晕等这些症状。而这些症状呢，和奥马尔一家人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甚至有些参与调查的警员也出现了皮肤刺激的症状，证据确凿了。然后警方在6月27日晚上9点30分抓捕了李旭明。警方表示，李旭明对奥马尔一家下毒的时间长达1个多月。李旭明被指控包括持有管制物质、严重的跟踪、对家庭成员使用化学药剂攻击，以及使用化学药物攻击执法人员等多项罪名。除了警方提出的刑事指控之外，他还要面临奥马尔提出的虐待指控以及公益协会的违约诉讼等民事赔偿的指控。而李旭明通过律师表示自己不会认罪，否认了所有的指控。根据资料显示李旭明36岁，身高1.82米，体重145斤左右。2015年到2017年在迈阿密大学获得了化学硕士。2018年到2023年，在南佛罗里达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就是说，李旭明在被捕的时候，他还在攻读博士，还没有毕业。6月28日，李旭明获得保释。2023年12月5日，李旭明的案件在法院审理，李旭明并没有出席，随后法院对他发布了逮捕令。李旭明的律师称此前李旭明是持有学生签证来到了美国，事发之后呢被学校给开除了，所以李旭明已经被驱逐出境，回到了中国。一旦李旭明回到美国，逮捕令就会生效。也就是说，李旭明只是丢掉了博士学位，不能再去美国了，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对于李旭明回国的消息中国网友是这样评论的：送回来跟他做邻居的人要小心点这是放了个定时炸弹回来是不小心惹他生气，咋死的都不知道。这样的还是再给送过去吧。网上有这样的评论也可以理解毕竟谁也不想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这样的人做邻居。网上有句话说得好学历淘汰的是学渣而不是人渣。仅仅因为邻里间的噪音问题，李旭明就利用自己学来的知识要毒害一家3口，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
这样的人学历越高，得到的权利越大，对社会的危害反而越大。好了，这个案件就到这里，您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欢迎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